同学们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凌霄花的画法。那么其实凌霄花呢，它和牵牛花有点接近啊。牵牛花我们来回忆一下啊，所有的我们的一些画法的话，一些植物之间它是有一定联系的。牵牛花啊，它是喇叭形状，其实凌霄花呢也是接近喇叭形状。牵牛花是5个花瓣，凌霄花也是5个花瓣，但是它们又有明显的区别。牵牛花的如果说把它这些地方把它填补满、填补完成，哎，这些地方把它连接起来，填上它，哎，这就是一朵牵牛花啊，非常接近牵牛花，对不对？非常接近牵牛花。那么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些内容，把它分开了，这花瓣它是分开的，那么它就是一朵凌霄所以说结构方面呢，我们可以和牵牛做一个类比，画的时候呢，也可以运用牵牛花的一些笔墨语言以及笔墨特点，但是呢，一定要做出区分，因为凌霄它就是凌霄，每个花瓣是断开的，每个花瓣是独立的这是凌霄。其实凌霄呢，也和我们之前讲过的一个知识点叫那个梅花它观察一下有没有点像梅花的感觉呢？哎，是不是有点像梅花呀？是吗？如果说没有花筒的话，非常像梅花。所以说呢，我们结合这两者，梅花的花瓣它的画法，加上一个花筒，其实呢就是凌霄花。那么凌霄花它也有侧面的，你像这些是侧面的，是吗？侧面的话呢，当然老师找的这个不是那么太侧侧面的话呢也是这个地方它是扁的，稍扁的，这个地方呢它是胖的。哎，梅花也是一样的形态，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梅花，然后加上一个花筒，就是凌霄花。但是它的花蕊又有不一样。花蕊的话呢，梅花的花蕊是很多个花蕊，哎，这样长的。但是凌霄花的花蕊它是比较少的，只有这么几根线，中间呢有一根主的是雌蕊周围呢有一些小的是雄蕊，哎，这种形态它和梅花又有所区别。所以说，那么我们其实有时候当学会了牵牛，学会了梅花之后，再来画凌霄的时候融合在一起就行。那具体怎么画呢？我们这节课来仔细的教大家一下。凌霄花呢，我们首先我们会选择颜色看它的这个颜色非常红，非常鲜艳。那么我们可以选择红色系列当中比较鲜艳的这些红，比方说我们可以用到一个朱砂颜色，对吧？这个是朱砂颜色。好，那么还可以用到什么呢？还可以用到一个曙红颜色，就是还是笔上调色法一定要运用的娴熟一些我们不能说用一个颜色我们就画完了要用笔上调色法笔尖和笔肚的颜色才要让它保持不一样，这样出来的效果才更生动，也让它产生一个色阶。看这个朱砂色它是最浅的，曙红色呢更加红一点。我们现在呢又挤了一个胭脂颜色，胭脂颜色更加重。那么我们可以根据这3种颜色通过笔上调色的方法，把它呢给它画得非常的漂亮变化非常丰富。具体怎么画呢？我们还是笔肚上，注意笔上调色法的话呢，一般我们笔肚上颜色浅，笔尖上颜色越来越重，这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就是正常逻辑一个笔上调色法。当然呢，也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我们呢凌霄用正常的情况就行看，调朱砂，调开之后，盘子边缘刮一刮，告一告笔，告笔之后呢，笔尖上我们再去调曙红颜色，让这个毛笔上自然而然有一个颜色的过渡变化。那么这样画完之后咱这个胭脂先不动了，胭脂颜色可以先忽略好，调好这个颜色之后，它是有一个渐变的过渡效果我们怎么去画画的时候，咱不是刚讲了吗？5个花瓣，对不对？看大家练习也是一样，先练一朵花先分开练，分开练完之后，咱们再画成幅的。每个花瓣是比较圆的，看正面的怎么画呢？看这是一个花瓣用回锋行笔的方法，这边也是一样，看按下去回一下，哎，这边也是一样，按下去回一下，按下去回一下，按下去回一下，看这就是一个凌霄花的这种形态的花瓣嘛。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它有花筒，它的花筒我们这个时候
它的花筒其实露出来比较少，那么我们呢就给它加的时候也是一样，哎，稍微这样一加，有这么一点点感觉，代表它的花筒就行。它的花筒和牵牛花的花筒是一样的，都是上面大，下面小，哎，这种形态的啊，花筒都是这种形态。只不过呢，牵牛花我们画的时候，因为它是白色嘛，画的线条细啊。我们凌霄花有没有发现我画的线条很粗啊，很壮是吗？因为凌霄花呀，它这个花筒颜色也是红的，而不是白的。如果说白色的时候啊，咱画花筒画的细；颜色比较重的时候，咱画花筒就用的线条比较粗啊，去代表它这个花筒啊。这是我们的国画的一些处理手法，哎，单独去进行一个训练。那这个是正面的，正面的花我们画成现在啊，不算完成，因为一幅作品当中啊，一朵花当中它是存在花托的，存在花蕊的，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把它的花托给它加上。加花托的时候呢，它是一个黄绿色的这样一个颜色。我们当然也可以去调一个这个颜色。那比方说，我们可以加一个花青色，对不对？加一个花青啊，来上一点点的藤黄。哎，用这个绿色去画它的花托啊，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啊。绿色去画它的花托啊，黄色多一点，对不对？哎，就这样去画它。哎，花托的话呢，它也是五个花萼啊，但是我们一般只能看到那么2到3个，哎，有点接近像牵牛花了，是吗？注意，和牵牛花还有不一样的地方。牵牛花的花托呀，往往是特别尖的，哎，是这样去画，是吧？这是牵牛花。我们来看一下凌霄花，是不是比较短粗啊？是吧？哎，比较短胖的啊。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凌霄花呀，这样去画它，画的比较短胖一点，这是凌霄花。所以说呢，有时候啊，我们会发现，物种和物种之间，植物和植物之间有联系，但是呢，却又存在很多细妙的差别啊。我们学画嘛，学的表面的啊，咱随便学，但是想要把它画得非常生动，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啊，把控住这些知识点之后啊，我们再去画成幅的时候，哎，你会感觉到非常的轻松，非常惬意。画好以上这些之后，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花瓣上呢，它是存在一些花纹的啊，纹路是有的。当然照片当中不是那么太清楚啊，是有一些花纹存在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把它的花纹给它做一个特殊的加工、特殊的处理出来。花纹我们一般，你像荷花也有花纹是吗？我们可以画花纹，也可以不画花纹。凌霄也是一样，可以画，也可以不画啊。通常情况下呢，我们需要把它画上，要不然它太像梅花了，也太像牵牛了，就分不出来了。我们呢做一个区分，艺术的加工啊，把它这个特点给它突出出来，调一个胭脂颜色，用小楷。画花纹怎么画呢？注意画的时候啊，花纹不要画成直形的，不要画成直线。为什么呢？花纹画成直线啊，就太直了，就太硬了。这个花瓣，这个凌霄花的花瓣是不是感觉有点软软的，有点弯曲的感觉？像这些地方是不是弯曲了这个花瓣？哎，所以说我们画花纹的时候呢，也要注意这一点，它的花瓣呀是弯曲的，很软的。我们画花纹的时候呢，也要跟随它的这个笔触，也要这样去画它。哎，根据它这个笔触去画，看这边也是一样，不要画成直的啊，要画成这种啊弧线的，就像荷花的花纹一样，是吗？哎，所以说我们学凌霄啊，如果说你前面的题材都掌握的很准了，哎，你再学凌霄，你会发现很简单，很多都可以通用的，对不对？啊，如果说画成直行的是什么样啊？看，全画成直线的话，它就没有那种柔美的感觉了啊，就像素描一样了，不好看了。哎，我们画看稍微带点弧线啊，它是非常优美的一个状态，就这样去画它。我们画的时候也是一样。懂得方法，懂得原理之后，我们去运用的时候，看也是一样，弧线的画的时候呢，随着这个花瓣的走向去画它啊。注意用笔的时候，还有一个小细节是要有提按变化，按下去提起来，哎，外边粗一点，中间细一点，好，就这样去画它就行啊。很简单的一个小动作，哎，围绕这个花去画啊，也可以从里向外啊，都是没问题的。怎么顺手怎么来。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画它的花蕊了。花蕊的话，它是偏白的啊，带点黄色的花蕊。我们如果说也画这个颜色啊，它凸显不出来。就像我们画荷花，经常把荷花也把它那个花蕊啊给它变个颜色是吗？咱画凌霄呀也是一样，可以把它用墨色去替代它，因为花蕊太重要了。如果说它凸显不出来，那么我们画出来啊，作品是生硬呆板的啊，看不到就没有。画不画就没有必要了，对不对？我们想要把它凸显出来，我们可以呢用一个墨色去把它的花蕊点出来。点花蕊的时候需要注意啊，正常的一个逻辑是中间这个花蕊比较长啊，周围的一些花蕊呢是比较短的，中间这个长的它是雌蕊，周围这些短的呢是雄蕊。我们呢画的时候也要有这样一根稍微长一点的，然后呢周围啊稍微短一点。哎，大家要注意啊，等它干了之后再画。我呢因为在上课嘛，我就给大家湿润的时候直接点上去了，干了之后再画，它不会晕开啊，因为墨色它胶性比较小。你看我直接画上之后，它会晕开一点是吗？大家练的时候啊，可以先练花儿，最后呢我们再去点花蕊就行。看点的时候注意这个点儿啊是这样点的，我再示范一下，这是它的蕊丝，蕊丝画好之后啊，点儿点横点儿，哎，点这个横点儿点的大一点，这样的花蕊就显得生动啊。还要注意一点呢，其实花蕊啊有没有像一种兰花的感觉？哎，所以说其实我们很多题材都是相通的，是吗？兰花的穿插有没有像兰花的穿插呀？所以说，哎，这个国画真的是很好玩、很有趣的啊。它是根部，但根部也是有聚有散的，聚在一起的是吗？作品啊，它就生动啊，让人细看，这画也耐看。好，那么我们讲完这些之后啊，我们还需要掌握，还需要单独去练习一下各种各样的花儿的画法。那比方说，我们这个是正面的花，侧面的花怎么画呀？同理，我们就画一朵梅花就行啊。注意啊，哎，有时候我们不要觉得画画很复杂，哎，循序渐进去学下来，你梅花画的没问题了，咱画凌霄呀，你会感觉真的是非常轻松。看，这个是正面的。我如果说画侧面的，朝左上方怎么画呀？看，就是画一个梅花的花瓣。哎，这边一个花瓣，这边两个，哎，这边呀第三个，哎，这边呢第四个啊，这边第五个。看，这是一朵花是吗？一朵花完了之后啊，咱先不画花筒呢。咱啊，在这边再来上一朵啊，我们就练呗。一张纸，我们找出这样一张纸，我们就去练。看朝这边的怎么画呀？啊，这边的也是一样，侧面一点的，看这是一朵花瓣啊，这是一朵花瓣，哎，这是一朵，这是一朵，哎，这是一个花瓣。看，朝这边的，那么它的花筒怎么画呀？花筒就是像牵牛花呀，上面粗，下面细，哎，但是我们线条要更粗一点，是吗？当然，这花筒啊，我们可以调的浅一点，比方说可以用朱砂加点藤黄啊，把这个花筒调的稍微浅一点，也是很漂亮的。这个有点重了是吗？加点藤黄画这花筒可能会更漂亮啊，但都可以啊，这个是很随意的。我们学到现在，稍微发黄一点还是稍微发红一点，哎，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要有自己的一个审美原理才行啊，一定要慢慢培养出独有的自己的一个审美观点。好，那么这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深入它啊。那么深入的时候呢，当然我们还是用这个胭脂颜色去画它的花纹，看也是一样啊，侧面的也是一样。哎，就这样啊，轻轻的顺着这个花瓣去画它就行。看，顺着花瓣的走向去画啊，画弧线的，弧线的。啊，这边也是一样，弧线的，都是带点弧线的，还都是带点提暗的变化是吗？出来的效果呀，它就不一样。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画它的花托。花托的话呢，我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咱就不用这个绿色了，绿色显得稍微有点菜是吗？当然也没问题，像有时候我们会用绿色去画呀，哎，我们可以直接用墨色去画。看，用墨色去画它的花托也是一样，1、2、3是吗？花托呀比较小，没有那么长啊，画的短胖一点，好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呢，咱顺势啊就给它点上它的
花蕊是吗？中间长的啊，两边呢稍微短一点的。好，就这样，这就是凌霄花的画法。那么我们绘画了一朵花之后，接下来我还会讲到一个更加重要的知识点。这个知识点啊，大家来观察一下，它和牵牛就有区别很大的地方了。你看这朵凌霄花，它的结构啊，一朵花是很简单的。那么如果说组合起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没有那么太简单了啊，它是有很强的一个规律性的。哎，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样的规律性呢？这是它的串是吗？啊，这是它的小梗儿哈，小花柄儿。那么注意来看一下，它这个呀，它这个啊串下来之后，这些凌霄花呀，是不是有一个小小的花托、小花柄啊？它不是直接长在这个上面的。它不是直接长在藤蔓上的，而是说这个藤蔓串下来、垂下来之后，然后呢，它从这儿有一个小花柄连接上了，这边有一个小花柄连接上了，这边有一个小花柄，看这边哪怕是小花苞也是，都是有一个小花柄连接上的，看有一个小花柄连接上的，它是有一小短短距离的，它不像牵牛花啊，咱这儿一个花筒是吗？哎，直接就连上了，它不是这样的，它是啊。连接到这儿之后，中间还有一根串，啊，中间呢是一根藤蔓类似藤蔓的感觉。那我们这种怎么去表现呀？这种一串的这种感觉，是不是有点像葡萄的感觉？哎，结合葡萄的感觉，葡萄也是一串呀。葡萄粒有些朝前的，有些朝后的，有些朝侧的，小果脐的方向不一样。我们凌霄花也要注意。这样表现出来之后，大家有没有发现它的这个什么呀？它的这个呀方向不一样。串下来之后，在前面的这朵花，它的方向是朝前方的，是朝我们这个方向的。那么朝这个方向的，大家注意一下，它的花头是朝左边的，也有朝右边的，对不对？也有朝右边的，还有呢，哎，甚至说。啊，这些还有一些小花苞的存在，那我们怎么去练呀？怎么去画呀？接下来我们一边讲啊，一边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大家呢也可以根据这个方法呀去进行一下练习啊。那么练的时候啊，我们需要提前在脑海当中先有一个空间的意识，就是说呢，哎，一串花儿啊，像凌霄花的一串一串生长的嘛，我们要有意识，就是说有正面的，它在前面，我们这个串要大概啊。要知道从哪儿串过来，心里有个谱儿。然后呢，看画一串的时候，这边我们画上一朵，这边画上一朵花，那这不是正面的吗？一朵花，然后这是一朵花，后面的话呢，我们可以再加上一朵啊，比方朝侧面的，哎，真的是很像梅花耶，哈、真的是太像梅花了。那么接下来还感觉不够啊，我在这儿再加上一朵花。又朝侧面的，注意啊，这个侧面是有讲究了，不是随便乱侧的。注意，有没有发现这些花儿都是朝向？看这个花儿是朝这边侧的，这个花儿呢是朝这边侧的。因为我打算把那个串呀串在这儿，画在这个位置，所以说我画的这些方向都是朝向中间去画的啊。这个侧面你不能花儿朝这边吧？你朝这边它就跑偏了。那么我如果说还想再加一朵花，怎么加呢？还是一样，然后这儿再加一朵，1、2，哎，3、4、5是吗？又是朝中间，又是朝这个中心线去长它，就是这样的，要不断的保持这个状态啊。当然，我们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可以加上一些花苞，花苞呀，我们调色方法一样。画花苞的时候呢，就基本上就是点上这么2、3个小点就行，看，点这么2、3个小点就代表着它的花苞啊就够了。画花苞呢也是起到一个调节作用啊，密的地方咱就点的密一点，稀疏的地方呢咱就可以点的稀疏一些，哎，就调节作用就完事儿了啊。画好这些之后，还有它的花筒啊，花筒的话我们可以调点藤黄，哎，
让这个颜色啊，红色浅一点，发橘黄色一点，花筒这样一夹，注意有没有发现我夹的这个花筒方向是朝向一个向心性啊，全都朝向中心是吗？这儿是有一个串的，它是一串一串生长的，还有点接近像紫藤的感觉了是吗？哎，所以说我们其实很多植物啊，如果说你把它学通透了之后，你会发现不用去死记背，很多地方你稍微一变化，它就变成了另一朵花了，很神奇哈。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画它啊，先把花刻画的完整之后，我们再把它串一起。哎，把这些这个花纹我们顺势给它加上，注意用笔的这些提按。好，注意用笔的这些提按，好，对不对？轻轻这样一夹就可以了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说这个小花苞还加吗？小花苞也可以加一加啊，那也是一样，看这个花纹嘛，就顺着这个花瓣的走向啊，我们去画一画就可以了。哎，轻轻一带就行。好，画好这些之后啊，花蕊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先不画呢，因为花蕊我们说了嘛，等它干一点，我们再加花蕊是吗？我们画一串的时候啊，咱就可以愣一愣，空一空它，一会儿再画，先画它的串。好，我们直接调一个墨色，哎，里面有一点点胭脂也无所谓的，因为墨它是很重的一个颜色嘛。调好墨色之后，这串从哪儿串呀？从上面串下来啊，串下来之后，从这儿穿插过去，哎，又穿插过去了，哎，所有的全都朝向这根串啊。提前我没有画，但是心中要有这个主心骨才行。有了主心骨之后啊，我们接下来就是看画花托，画上它的花托，哎，给它加上去，画上它的花托，给它呀加上去。注意加的时候不要画成平行的啊，不要画成平行的，要有一定的穿插。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有穿插了呀？穿插就好看呀。哎，这边这个地方直接画下来，这个地方好也是直接勾上去。哎，这边呢勾下去。哎，这就是凌霄花一组花的一个画法啊。那么当然我们这个时候也稍微干一点了，我们再去画它的花蕊啊。当然花蕊的话呢，我们可以一幅画画完之后我们再点啊，因为我们分开练嘛，就直接练上它就行。看中间一根长的，哎，两边的话呢一些短的，轻轻一夹啊，轻轻一带就可以了。这就是凌霄花它的一个串的这样一个画法，一串花的画法。那么凌霄花画好之后啊，我们对于叶子来讲的话呢，凌霄花它的叶子其实属于羽状复叶啊，就是说和那个紫藤的叶子其实很接近啊，凌霄的叶子和紫藤的叶子是比较接近的，也是一样。我们画的时候呢，哎，我简单来给大家做一个示范啊，因为凌霄花的叶子，羽状复叶也是一样的，就是说呢。一根串上啊长着叶子，这边长一片，这边长一片，这边长一片，哎，这边长一片，这边长一片，它是这样长的，哎，有上这么有些是6个啊，有些是7个，有些呢能达到9个，它是这样一个生长的规律。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哎，通常会把它画的密一点，因为这样太稀疏了，稀稀哒哒的，并且说太对称了，是不是？我们画的时候呢，可以寻找它的变化。哎，羽状复叶怎么画呀？你比方说。这个是一个串，哎，这儿是一笔啊，中间这一笔最大啊，然后两边的话呢，哎，这边比方说稍微的小了一点，越往后面去它越来越小，最大越来越小。这边的话呢，让它呈现出一个稍微侧一点的姿势。这边啊，哎，它这个叶子啊稍微小一点，这边大，这边小，前面大，后面小。找准这个规律，这就是羽状复叶的一个画法啊。那当然，我们也需要进行组合穿插呀。你比方这个是一片叶子茬，这儿呢我们再来上一片，也是一样，再来上一组是吗？
就是不断的去进行穿插，那一幅画就是慢慢的穿插过来的啊。当然你说，还有一些是侧面的，侧面的怎么画呢？比方这儿我们来了一个侧面的叶子，侧面的叶子啊，就是另一边看不到了，翘起来了叶子是吗？只能看到一侧，另一侧呀被挡住了，就这种感觉就是侧面的，只能看到这一半嘛，啊，倒过去，按理说这样的啊，倒过去了之后。只能看到前面俩手指头，后面那俩看不到了，就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大家这个叶子呢也是一样，分开去练啊。你比方说我给大家做了一个示范，是做了朝这边的，那大家练的时候呢，你说可不可以朝这边啊？对不对啊？可不可以朝这边去练？我们多多的去进行练习，哪个地方掌握的不熟练，大家呢就多多去掌握哪个地方啊。因为其实大家学到现在的话呢，前面把握的很准了之后，我们相信学到现在啊，就不需要老师再讲的那么啰嗦了，是吗？大家更多的可以发挥自己的一个主观能动性，根据自己的一些审美啊，根据自己的一个控笔能力啊，慢慢找到自己独有的绘画状态。那个时候啊，你创作出来的作品会得到更多的认可，以及呢，你去参加展览的时候，一看，有自己的风格，这是一张非常优秀的作品了，就。那么它的一些叶脉，我们也讲一讲。叶脉的话呢，还是有两种画法啊。一种画法呢，叶脉是这样画，对不对？很随意的这种叶脉画法。还有一种叶脉画法呢，也可以这样画。当然，两种的话呢，取其一就行。用这种不用这种，用这种不用这种啊，选择其一。一幅作品当中选择其一，当然，叶脉呀，并不是说像老师说的必须要这样画是吗？才是正确的。艺术当中呢，没有对与错，你只需要把控住它是符合自然的。那么呢，再有你画出来作品啊，它是漂亮的，它是美的，那么就是一幅艺术作品。好，那么接下来啊，我就给大家来示范一幅完整的凌霄花的作品的一个创作。那么我们就可以选择一张，比方说这个尺寸大家可以自己定啊。那比方说我们今天啊选择一张这个18乘以50厘米这样一个长条的一个尺寸，我们创作一幅这个竖长的一幅这个凌霄花作品是吗？怎么去画呢？我们就可以运用刚刚讲的知识啊，把花画好，把一串花画好，把叶子画好，我们就能完成一幅作品，对不对？怎么画呢？我们先从主体花朵开始画我们可以先从，比方说我们调颜色先从正面的花最前面的开始画，慢慢往后面去推呗。朱砂，然后笔尖上我们调点曙红色，调曙红之后呢，我们就先画一个正面的花先画一朵正面的。这边的话呢，我们画上一朵这个一个花瓣两个花瓣，三个花瓣，四个花瓣，5个花瓣。看，这是一朵正面的，也是最前面的。旁边呢，比方说我后边我还想再加一朵，看这边一个花瓣两个花瓣，三个花瓣，四个花瓣，5个花瓣就可以了。看这个5个花瓣都比较胖的，这个就不一样了前面2个比较窄比较瘦，后面3个比较胖，它是侧面的，这个是正面的。那么我们还想再加，肯定不够嘛，这些在这儿再加上一朵，一个2个3个花瓣，4个花瓣，5个花瓣感觉还是有点空空的。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再加上一朵，看1个2个3个4个5个相对来说比梅花的花瓣梅花花瓣其实很圆，我们画的也很圆，但是比梅花花瓣呢是一个椭圆形是吗？可以稍微长一点点也是可以的，但是这外围一定要注意，不是尖的，是弧线圆润的就可以了。你画成梅花花瓣的状态也是没有问题的。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加上一些比方说加上一些花苞这儿的话呢，我们加上一个小花苞。这边呢，我们也加上，我们画在哪儿呢？也加上一个小花苞。找到画面的一个聚散。大家注意我画花苞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全是画的什么？
全是朝向，花苞的朝向也是朝向中心是吗？啊，朝向也是朝向中心这根线啊，而不是说随便乱画的。看中心这根线都是朝向中心的，有一个向心性出来，效果它才漂亮，才生动。画好这些之后呢，我们呀就开始刻画细节了。比方说啊，我们加上它的一些这个花筒，这个地方花筒，这个地方的花筒呢，露出来比较少，甚至露不出来，咱就可以省略不画，省事儿了，对不对？这个地方花筒一定是能露出来的，那能露出来的咱就加一加，露不出来的，你像这些地方正面的嘛，正面的花筒它就露不出来了，省去不画啊，我们继续往下刻画它，画上它的一些花纹。调一下这个胭脂，我们把它刻画一下啊。注意画的时候嘛，我们就这个要注意啊，带有一定的弧线，好，去画它。好，这样去画它，这边也是一样，包括这些花苞，我们也可以一起画呀，啊，不是说必须画完花咱再画花苞。要软一点，柔一点，出来的状态才漂亮。这其实就是在属于细心调整环节啊，就是一幅花嘛，大胆落笔完了之后，咱现在呢就是在细心收拾画面。细心收拾画面呢，就是能把这个质感给它刻画的更加细致一点，更加微妙一点。啊，给它加一加。好，那么画好这些之后呢，我们可以先就这样放它，先不动了。一会儿呢，我们呀，画完叶子啊，画藤蔓的时候，我们再去添加那些串。好，我们可以先加叶子了。叶子的话呢，我们可以画成墨色的，也可以画成绿色的啊。你像我们之前练的时候，咱用墨色去练，那么我们画成幅作品的时候呢，用墨色去画。没问题，用绿色去画呢也是可以的。我们比方说，我们就用一个绿色，用一个墨绿色，我们来画一幅画。调藤黄，调花青，两个呀调在一起。花青颜色我们可以调的适量多一点。但凡是画叶子，那么花青多，藤黄少，这出来的叶子呀，它是那种比较稳的一个绿啊，不会太俗气，不会太菜。可以加点墨色。好，调好这个颜色之后啊。咱们就开始画叶子。叶子的话，比方说我们画在哪儿呢？从这儿吧，从这儿画出来这样一根，长出来这样一串。好，这是中间一片叶子，这是两侧的一些小叶子，越来越小。看这边也是一样，越来越小，产生一定的变化。这是一组叶子了。我们接下来呢，这儿再画上一组，一组肯定是不够啊，调点水分，稍微蘸点水分之后。那么我们画出来的这个颜色，会发现它变浅了。有朝这边的，有朝下面的，感觉还不够，我们再调点水分，看不断的调水分啊，产生更多变化。这儿画上两组叶子，看这儿是一组，加一下。这边的话呢，我们再加一片，再加一组，好，轻轻这样一加，看这个一组嘛，其实咱是画了。一大片儿，咱是画了4组，对不对？3组比较密，一组呢比较疏，它自然而然也存在这种疏密的变化所以说，其实咱画国画啊，有时候呢，咱需要不断的把控住画面的一个聚散变化，这样出来的效果呀才会更加生动啊。上面呢，我们也画上一小组，看，咱都没有重新调颜色，一直在用着这个。咱笔上调的第一笔颜色是吗？颜色是最重的，越来越浅，越来越浅。先画重要的地方啊，慢慢的不重要的地方，咱们慢慢的去给它补充上
啊。这边我们也可以再加上像一小组叶子也是可以的啊。这边就不要加的太多了，因为花儿我们已经画的很漂亮了啊，再加太多叶子啊就不好看了。咱加的可以加少一点，围绕这个花儿啊加叶子加的少一点就行，甚至不加都没事儿啊。创作嘛，我们大家也要有一个创作的心情、创作的状态啊，不一定完全按照老师这个一笔一画去描摹，那个呀，其实就学得太生硬了嘛。大家多一片叶子，少一片叶子，哎，你觉得你的画面当中目前一个状态，我多一片会比老师的还好看，那么呢，我支持你，大家呢就多画一些啊，少一片可能会更加灵动，哎，那就少上那么一片，少上那么一组都没问题的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画它藤蔓了。藤蔓的话，它的一个藤蔓嘛，其实我们就是把它们串联在一起就行。藤蔓我们就不再过多讲了，因为我们葡萄啊、紫藤啊都是一样的，牵牛是吗？那么凌霄花的藤蔓呢，相对来说，它有粗的，也有细的，我们就进行一个整合就行。就是主要的藤蔓画的粗一点，其他的辅藤画的细一点就可以了。主藤的话呢，比方说我们从这儿穿下来一根主藤，哎，是吗？穿下来一根主藤到这儿，哎就可以了。这是主藤粗，对不对？非常粗。主藤呢也比较干燥。那么小藤蔓咱就要产生变化了呀，画的细一点，用笔尖去画。看，注意用笔尖去画。小藤比较细啊，比较细，比较柔。当然，颜色呢，墨色也可以稍微的湿润一些了啊，有干有湿，它就好看嘛。这个藤比较粗，比较直，小藤呢，哎，稍微柔一点，弯一点，细一点啊，软一点，产生一个对比之后啊，这个凌霄它就更加生动了。那么到了这个地方之后，我们也是一样，把它串起来呗，其实就是把这些，哎，找个点，比方从这儿穿过来之后啊，咱就。是吗？穿过来连接上这些地方就可以了。顺势我们给它点上它的一些花托，可以用浓墨直接点花托，连接上这些，连接到我们的这个中间就够了，对不对？连接上它们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啊！一幅作品的话，大感觉我们就已经找到了。接下来我们就调整细节啊，继续刻画细节。找一根小楷毛笔，我们调点浓墨，刻画细节，画出它的一些花蕊。这边它的花蕊给它加一加。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它的花蕊给它加一加。这边花蕊对不对？给它加一加。其实呢就是慢慢的去给它丰富这个画面就可以了。好，这样的话呢，一幅画大感觉我们就已经画好了，但是还不太够，因为下面咱这个红色你看很丰富，上面的话呢，感觉这个画面稍微显得空洞一些，总感觉不太完美对比不太够，就是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那个没体现出来。咱们呢可以再调一个花的颜色，把上面我们再给它点上一些这个花苞就是那种含苞待放没开的一个状态，给它点上去。顺势呢，我们给它加上它的这个，从这儿又有一个串，这是一个新串它还没长开呢，没长成型呢。这样一个串有些花呢被叶子给挡住了，上下它就有一个呼应。这边很多少的一个变化，这画嘛，就慢慢的这样调整出来了。你可以加上一些这个花纹，轻轻一加，顺势一加就行。完了之后呢，画上它的叶脉呀，叶脉，比方说，我们有多种画法，我们就用这种吧。把它的叶脉加一加。
因为它每片叶子都比较小啊，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也就直接用小楷毛笔去画它就行。包括下面这些也是一样。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这幅画啊就已经是画完了啊。我们可以给它加上一些补景啊，那比方说我们加上一些蜻蜓啊，加上一些蜜蜂啊，加上蝴蝶啊，是吗？那都可以。或者是我们加上一些大的动物，加上两只小鸡或者麻雀，那都没问题。大家会什么动物，想画什么动物，直接画什么动物。画麻雀我们画在这儿，画小鸡我们画在这儿，画蜻蜓、蜜蜂呢，哎，这两个地方都行啊。这个大家自由发挥一下啊，给大家留一个是吗？哎，我们开放的一个绘画的一个比较开放的这样一个小作品啊。我们比方说，我们就画一只小鸡，又简单又高效，是吗？画一只小鸡，就笔尖上调点浓墨，画小鸡的画法呢很简单，我们笔尖上调点浓墨，画出小鸡的这个头部，小鸡的翅膀，哎，这边也是一样，小鸡的头部啊，小鸡的翅膀，画出一个就是三笔啊，三笔画出一个小鸡的形态。第四笔呢，我们通过淡墨去做一个阴阳的对比变化，把它的小鸡的小肚皮给它画上去。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小鸡的小肚皮给它加上去，点上它的小鸡腿儿，是不是？好，正好我们你看用到了这个朱砂色，我们呢也可以用这个朱砂把这个小鸡呢、小鸡冠呀、嘴巴呀给它刻画一下。哎，正好啊，这个小鸡和这个凌霄它还有一个颜色上的呼应，对不对？你看用笔的时候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哎，强调一下这个提按的变化呀，不要画的直直的。这就是小鸡的嘴巴啊，大大的嘴巴，很可爱啊。好，接下来呢，画上它的这个小脚丫，前面3个小爪子，后面1个小爪子。好，前面3个，后面1个，对不对？这就是一只小鸡的动态，我们就可以完成了。奔着这个花来的，闻着花香来的。最后呢，我们再调一个浓墨，点出小鸡的这些翅尖。啊，小鸡的话，我们当然课程当中啊都已经讲过了，所以说呢就不再细致的去讲它，大家很自然啊去刻画它就行。小鸡也是一样，蜻蜓啊、蜜蜂啊也是一样，分开练，分开练完之后想画什么这个画直接添加什么。最后呢，我们给这个画啊给它提个字儿啊，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个志存高远是吗？壮志凌云啊，志存高远啊，都是符合这个凌霄花它的一个花语的，它的一个寓意的啊。所以说啊，我们可以提个自己喜欢的就行。
好，那么我们再扣一枚印章。好，那么这样一幅这个凌霄花我们就完成了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课上讲的这些方法呀、这些原理，可以独自去创作啊。比方说凌霄花这一组，我们可以放在上面是吗？哎，这一组放在上面啊，或者是叶子稍微垂下来一些啊，或者是呢把这个补景给它变一变啊，或者是呢把它这个画成一幅横幅的啊，画成一幅方形的，哎，可以自由创作。注意就是串啊，它是一串花儿。啊，它不是单朵的，它是一串的啊。再有呢，注意要画面啊，也要有一定的前后啊以正侧的关系。比方这个是正面的，这个是稍微朝这边，这个朝这边，有盛开的，有花苞啊。叶子的话呢，也要有层次啊，重的、浅的，对不对？分出层次，哎，这张画啊就画起来就比较简单了。好，这节课呢我们就讲到这里。